朕驾崩了，在勤勤恳恳工作30年后力竭而亡，但好像又没完全嗝屁。当天晚上，朕就在太子身体里醒了过来，意识到换了个壳子后，朕一直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。对于突然成了自己儿子这种事，朕还不太能够接受。直到皇后狠狠掐了一把朕的大腿时，朕才反应过来，哦，特么的，朕得给自己哭灵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朕头回发现，朕那一向娇弱可人的皇后竟有如此神力，一掐一拧，行云流水，动作干脆，力道狠辣。朕的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。见状，他松了口气，彻儿，别愣着，快上前。他边说边暗暗使劲，将朕往前推。朕没留神，一个大马趴摔在了地上。皇后当场就愣住了，旁边的大臣们也愣住了。朕不禁在心中感叹，同床共枕20多年，朕从前竟一点都未曾发现端倪。皇后实乃深藏不露也。眼瞅着局面越来越尴尬，朕默默叹口气，就是嚎了起来，父皇，儿臣不孝。往前重重一叩，化扑为跪，一步一挪，西行至棺椁前。气氛重新和谐了起来。果然，这个家要是没朕的话，都得散。朕甚至能听到众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开始哭嚎和劝慰。当然，其中声音最大的是夸赞当今太子实乃大孝，从四面八方有意无意地传入朕的耳中。给皇帝哭灵是个技术活，不能不伤心，也不能太伤心。若是哭得不伤心不到位，那些史官定要骂你急于继位，不忠不孝；但若是哭得太过，他们又嫌你懦弱重情，不堪大用。朕对此感触良多，经验丰富。朕的曾祖父驾崩时，皇祖府就是太过悲痛，哭得止不住，被多事的史官们诟病好长一段时间，以至于后来实行政令时，总有人觉得皇帝心软，企图钻空子。后来等皇祖父先去时，先皇吸取教训，努力收敛情绪，表现得大方得体，条理分明。他们又说先皇冷漠，与孝道有损。朕从小耳濡目染，早早摸索出了一套应对之法。彼时先皇驾崩，朕在痛哭之余，一边细数与先皇的点滴情谊，一边默背先皇的教导与叮嘱，尽显拳拳孝子心，昭昭帝王意，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哭的旁边的老臣们一个劲儿地磕头表忠心，这大约是作为新帝的第一项考验吧。但说实话，朕此刻有些哭不出来。饶是朕在皇位上摸爬滚打了30余年，各种情绪早已拿捏得炉火纯青，但对着自个儿的灵位是怎么看怎么别扭。大腿上的疼劲退去后，眼泪就干了，可现在才刚刚开始，火候明显不够，于是只好抬袖遮住脸，开始干嚎。皇后最先发现了不对劲，她扯扯朕的袖子，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抬手抹了抹朕的脸。辣、窜，朕的眼睛，朕的鼻子，朕的天灵盖，太他妈上头了！朕瞬间就涕泪四流。皇后满意的点点头，看样子要是不够她，怕是会立马再来一下子。朕眼泪汪汪地看着她，皇后，朕从来不晓得你竟这般的会。信，朕驾崩了。哭得最伤心的是朕的相国，崔相国扑在灵位前，哭得几欲昏厥。我亡命苦，我亡命苦啊！有人劝他慎言，莫要胡言乱语，先皇子孙满堂，寿终正寝。崔衍气的眼睛都红了，一把推开那人，你见过40多岁就寿终正寝的？是啊，朕今年才45岁，朕本以为还有大把时间的。眼见崔衍越来越激动，朕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这老家伙心脏不好，万一激动过头，同朕一起去了可怎么办？朕手掌落下的瞬间，崔衍浑身一僵，眼中爆发出狂喜，有些不可置信地转过头。待看清来人后，
崔琰眼中的光彩瞬间暗了下去。原是太子殿下。崔琰垂头行礼，身子渐渐矮了下去。朕眨眨眼，有些感动，随后重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相国多保重。父皇临去前多番叮嘱本宫，说相国心脏不好，万不可过于悲痛，咱大夏往后还要指着您呢。”崔琰闻言哭得更厉害了，朝朕的灵位重重叩首。朕的大将军也在哭，但显然没崔琰哭得那么情真意切。他边哭边偷偷扒拉灵位前的贡品。朕嗅了嗅，是御膳房的假御厨做的云片糕，甜而不腻，软糯可口，朕最喜欢。就着旁边木帘的遮挡，朕悄悄蹲在了大将军身侧，然后在他眼皮子底下拿了块云片糕塞嘴里。没错，是这个味。朕先前久病，御医不让吃，说有损脾胃，于病情不利。朕馋这口好久了。大将军一脸惊愕地看着朕，一片接一片地从供桌上往下拿糕点。殿下真是好胃口。朕边塞边摆手，就是馋了。小舅舅也喜欢云片糕。没错，这正是皇后的弟弟，朕的嫡亲小舅子，大将军周克。周克见状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臣是饿了。朕点点头表示理解，这小子块头大，饿得快，且天天带兵操练，是个力气活。朕干脆将整盘云片糕拿了下来，又端了盘枣泥糕。吃。周克有些受宠若惊，这不太好吧？朕蹲得脚麻了，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吃吧，本宫刚刚问过父皇了，他不会怪罪的。朕坐在地上，一边嚼着糕，一边仰头看着自己的灵位。特么的，这算是个什么事？强制上线，继续为大夏卖命。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仪式结束后，朕又重新当上了皇帝。早朝时，朕坐在上头昏昏欲睡，听着底下百官们为朕的谥号吵得热火朝天。朕大约是第一个能听到自己谥号的皇帝吧。思及此，朕颇感几分安慰。底下大概分为3派，以崔相国为首，觉着朕功盖千秋的；以李太尉为首，觉得朕平庸无奇的；以及以周将军为主，发愣打哈欠的。众人吵来吵去，也没吵出个什么名堂。崔相国说朕是千古明君，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。李太尉说朕在位期间并无甚丰功伟绩，且早年贪功冒进，由于为国平桥渡一役，折损我大夏20万兵力，愧对国民，算不得明主。朕听到平桥渡时愣了许久，那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。下意识去摸左臂上的疤，待触及到手下光滑年轻的肌肤时，朕才反应过来，朕换了个壳子。朕14岁继位，正是少年意气风发的年纪，一心想着建功立业，开疆拓土。继位第2年，魏国屡次犯我边疆，朕一怒之下御驾亲征，挥师南下，是要踏平魏国都城。朕与魏国来来往往僵持了1年半后，在平桥渡惨胜。魏国30万大军全军覆没，朕得20万大军，所剩不足2万。魏国被打蔫了，老实了好多年，但大夏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休养了10几年，才算勉强恢复元气。从那以后，朕就再没打过仗了。崔相国还想争辩，朕摆摆手，今日就到这里吧，改日再议。后来又吵了几天，终是定了下来。大夏第6世皇帝宗室，为正30载，政通人和，百姓安居，谥号昭惠帝。平平无奇，不好不坏。相国本来还想再为朕争取，被朕拦下了。朕昨日梦到先皇了，他说他很满意这个谥号，不过是个谥号，不值得浪费功夫。提到先皇，崔琰立刻眼泪哗哗，陛下，先皇苦啊！又来了。他近来总是如此反复念叨。朕望望天，没觉得这辈子过得有多苦，顶多就是英年早逝了点。这崔老头莫不是岁数大了，怎么越发矫情？从前对朕的那股泼辣劲哪儿去了？
先皇说他不苦，见他还在抹眼泪，朕皱皱眉。若长此以往，相国大人怕是无暇理会国事了。察觉到朕的语气变化，崔琰总算是振作了些。老臣失态，请陛下见谅，臣定不负先皇所托。看着崔琰略显蹒跚的身影，朕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心软了，决定再多给他几天假。3天，不能再多了。老家伙，千万挺住，大夏此时正是需要你的时候。崔琰算是看着朕长大的。朕还未继位时，他便是大夏的相国，亦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相国。年少成名，经才绝艳，一路辅佐先皇建功立业。先皇临终前亲自把朕交到他手里。朕决定发兵攻打魏国的时候，他极力反对，但朕那时听不进去，执意南下。打到一半的时候，朕其实就已经后悔了。那时崔琰反倒坚持，事已至此，不破不立。平桥渡一战，国力损耗过半，朕当时一蹶不振。崔相上下操劳，主持大局，还要抽出时间开解朕，一点点教朕如何做好一个皇帝。朕眼中的他，从不会像如今这样脆弱矫情，所以朕病逝的时候一点都不担心。有崔相在，他定会帮朕守好大夏，守好太子。可他如今这般于国不利啊！皇位更迭的敏感时机，最易动荡。群狼环伺，怎能掉以轻心？朕以前烦躁的时候，最喜欢去后宫逛逛，可现下朕一点都不想进后宫。称呼是小事，朕能屈能伸，不就是管自己的媳妇叫母后，朕能忍，全当替儿子尽孝。但朕发现，朕似乎从未真正了解过朕的皇后。皇后本名周柔，是已故周太傅家的掌上明珠，最是温婉贤淑，娴静敦良。可朕温婉贤淑的柔儿，如今最大的爱好是舞刀弄剑。他还喊了周克来同他陪练，一进凤仪宫就能听到这姐弟俩干架的声音，烦死了。皇后打得酣畅淋漓，装了这么多年名门淑女，憋死我了，终于能痛痛快快打一架了，爽。朕十分怀疑，当初若是将周太傅送到战场上，他是不是也能挣个军功回来？皇后不仅释放了武斗的天性，连吃饭的口味都变了，以往清淡的菜式都换成了重油重辣。她夹了一大块水煮肉片塞到嘴里，太感动了，终于不用迁就着先皇吃那些没滋没味的菜了。朕瞬间心塞。她还好心的给朕也夹了一块，彻儿也尝尝。朕尝了一口，辣劲立即窜到天灵盖，跟那天在灵位前皇后往朕脸上那一抹的感觉一模一样。其实不只是皇后，朕发现很多人都变了。比如李太尉，他从前可没现在这般咄咄逼人。近几次朝会，他总是有意无意挤兑崔琰，似有逼其退位的意思。他瞧上了相国的位置，还有冯尚书、吴尚书、季司马。朕记得从前他们的关系似乎没有这么亲密，就连一向单纯耿直的大将军周克也变得机灵起来，学会了在朝堂的各方势力中巧妙周旋，实在是令人惊讶。朕余下的几个儿子中，似乎也有那么2个拎不清的，动了不该有的歪心思。这个么乱糟糟的时候，魏国来了使臣，明面说是贺我大夏新王登基，但事实上谁都知道他们打的什么歪心思，无非是来打探一下，若有可乘之机，便趁乱挑拨一番。朕那个蠢蛋小儿子便中计了。魏国使臣前脚把1箱冬珠并100匹丝绸送到他的安王府，朕后脚就收到消息了。这蠢蛋还美滋滋在朕面前替魏氏说好话。朕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忍住当场给他个大嘴巴子的冲动。没见识的蠢货，这么点东西就给收买了。不过也不能全怪他，大夏绝大部分国土都处于苦寒之地，民风彪悍，雾气粗糙，远不如南边的精巧细致。是以
南方的丝绸织品在大夏算是个稀罕物件。朕将这蠢蛋小子好好敲打了一番，可这蠢仔左耳进右耳出，就知道眨着大眼睛迷茫地看着朕。皇兄，我怎么感觉你一下子就变得跟父皇一样唠叨了？朕看着他这副不成器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抬脚就踹了过去，滚回去好好想想。他捂着屁股往外跑，真的，连这个力度都跟父皇一模一样。魏国使臣还给朕送来了2位美人，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长得好看，说话好听，能写会话，还唱跳俱佳。他们问朕可还入眼？朕点点头，冲美人们笑得十分慈祥，如此才情，我儿有福。遂大手一挥，收入后宫。美人进宫后，魏使又寻了各种理由，尽可能多停留一段时日。听说这期间，他们明里暗里想与宫里的2位美人递消息，但都未果。呵，想什么呢？入了我大夏的皇宫，便是我大夏的人。至于那几个不安分的朝臣，朕砍了一批，罢免了一批，再加上崔琰在中的调停权衡，渐渐都安分了下来，各司其职。魏使见无甚可施展的地方，便灰溜溜地打道回府了。收拾完这一大摊子麻烦事，朕终于闲了下来，总算是顺利替太子坐稳了皇位。其实本也没什么好忧虑的，朕早就给这小子安排好了，继位诏书、辅政大臣、兵权国库，朕都给他理得清清楚楚了。就算没有朕，他应当也都应付得来，毕竟是朕手把手教出来的。谁知道临到头来，朕居然没能落得了挑子。朕14岁继位，在位30年，虽称不上什么明君英主，倒也算得上勤勉。可到了45岁这年，突然就感觉精气不大够用了，以往熬个半宿批折子，倒头睡一觉便缓过来了，而今却总觉得乏，怎么都歇不过来。朕一开始没当回事，谁知却越来越严重，最后连床都下不了了。太医说，朕这是损耗太过，脏气衰竭。他们给朕寻了最好的丹药来，作用却微乎其微。朕便知晓朕的大限将至了。所幸一切东西都给太子置办好了，他只需安稳上位，做个清闲皇帝。卧病在床的那段时间，朕把朝堂上的臣子们挨个捋了一遍，又拉着太子絮叨了一遍又一遍。也不知是不是把这混蛋小子烦着了，他不愿意接着麻烦差事，所以临阵脱逃了。这可不像我们老宗家的娃子哟。混小子，等朕找到你一定狠揍你一顿。朕当时意识到自己从太子身体里醒过来后，就立马去了太医院，拎了一串人把脉。朕指着棺椁对他们道，底下立时扑通跪了一地。陛下节哀，请陛下保重龙体。朕随手扯过一个太医，让你拔你就拔，再啰嗦就砍了你的脑袋。几人战战兢兢地挨个把过脉，一个接一个地摇头，确定没有脉搏。心跳呢？都没有。朕沉默片刻，接着道，朕曾听说有种归息之法，让人看着像是没了呼吸，但其实还是活着的。底下的太医看朕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疯子，他们齐齐跪下，哆哆嗦嗦地磕头，陛下节哀。朕在棺椁前守了一整夜。后来朕叫人暗中将遗体调换了，葬入皇陵的只是朕的一副衣冠，真正的遗体现下正在躺在朕寝宫密室的冰晶床上。万年冰晶，可是以故者容颜不符，除了面上的青灰，朕的样貌却如病逝时那般。朕每晚都会过来瞧一瞧。彻儿，你在里边吗？朕想着，既然朕的灵魂到了彻儿身体里，那彻儿的会不会到了朕的身体里？所以朕不能让这具躯体下葬，万一彻儿突然醒过来了呢？可过了这么多时日，朕寻遍名医，都没有看到奇迹的发生，触手还是一片冰冷，寒气入骨。彻儿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将密室门关上后，朕思虑良久，长叹一口气。来人，召钦天监。朕素来不信鬼神之说，
可如今却不得不信。夜色深沉，明月如钩，钦天监监正已在殿上跪了2个时辰。你再说一遍，什么叫做地生双煞？那人微微抬头，小心地看了眼朕。回陛下，据天象所示，紫微星近来异动频繁，一星双影，乃是双煞之兆。朕沉默了下。说人话。监正重重磕了个头，袖子抖得无风自动。末了，他狠狠心，咬牙开口道：就是出现了2颗地星，且两者互相交叠，一明一暗。他说完这些，就似乎用尽了所有力气，微微瘫坐在地上。请陛下责罚。朕十分不解地看了他一眼，罚你做什么？你还有本事能管得着天上的星星？见朕却无责怪之意，他松了一口气，犹豫着开口道：陛下，臣的确没本事管天上的星星，可凡上诸天象皆有所对应，事在人为，并非一成不变。实在受不了他这个说话调调。朕以往不信这些，并不怎么召见他们，他们也不晓得朕的脾性。你能好好说话吗？别给朕绕来绕去。那人擦了擦脑门上的汗。是，臣的意思是，天象之说只能预测个大概，事在人为，只要提前做好应对之策，万事皆有变数。地生双煞，定是有小人暗中作祟，才生出这暗影。臣不才，愿助陛下尽早剪除祸患。朕仔细盯着正北方看了许久，看得眼睛都酸了，也没瞧出钦天监说的双影在哪儿。罢了，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看。待朕回过头，就瞧见地上跪着的人猛然挺直了身板，正目光灼灼地盯着朕。陛下，臣一定倾尽毕生所学，助陛下除去暗影威胁，护我大夏万年太平。端的是一派慷慨激昂，好像下一刻就要阵前冲锋一样。朕抬抬手，示意那人近前来。他十分激动，快步走上前。朕扫了一眼密室的方向，指着天空的正北方问他，有办法叫那个亮的消失，再叫那个暗的变亮吗？听到朕的话，那人如遭雷劈，僵在原地，半天缓不过神来。陛下，那亮的可是？朕摆摆手，止住了他的话。朕就是好奇，随便问问。片刻后，他似是悟到了什么，扑腾一声又跪下了，眼神晶亮地望向朕。不愧是陛下，所思所虑皆非常人可比。陛下定是想先查其要害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攻其不备，先发制人，高哉，妙哉！啊，那你要这样想，朕也没办法。朕默了默，看着那人欲言又止。且来吧，也算是个人才。朕想了想，问他：你可能推算出那暗影的所在？他摇摇头，面露苦色。朕见状，便叫他退下了。倒也不是一无所获。从他那神神叨叨啰里吧嗦的一大通废话里，朕听出了个大概。彻儿还在，有了方向就好说。朕当即召人去寻精通阴阳八卦之人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倒还真的找来了些有几分真本事的人。他们说，万事万物皆有定数，此消彼长，乃阴阳之理。欲若暗者，可使阳者愈阳；同理，若欲使暗者增，则非阳弱不可取也。简而言之，朕弱则彻而强。有人献上了一个法子，名曰血咒，可将朕放出的精气转到彻儿体内。密室内，朕已做好了准备，只等到了预定好的时辰，便开刀取血。冰晶床上，朕的遗体还保持着原状。朕看着看着，不禁有一丝忧虑：若彻儿醒来发现自己跑到了朕的躯体里，会不会很惊吓？还有，要是被人看到，还不得说朕诈尸了，到时候可怎么办呢？还不等朕将这些麻烦问题理清，就听到一声呼唤，微微带着颤音：父皇。朕立刻扭头去看一旁放着的匕首，这么灵，朕都还没开始放血呢。朕揉了揉眼睛，凑近冰晶床上。彻儿，
可床上的人并无动静。朕捏捏额头，大约是幻觉吧。这些天一直听那些道士们云来雾去的吵架聒噪就罢了，主要是心累。也不知他们在哪里修的学，一个两个的都不说人话。时辰也差不多了，朕拿过匕首准备划破手腕。此时一道焦急的呼声传入朕的脑海：父皇不要！这一下朕确信自己听到了，朕的遗体终于入土为安了。朕之前一直以为是与彻儿互换了躯壳，才费力保存着这副躯壳，可现在情况略微有点复杂。朕找旁边的工人们试验了几次后发现，似乎只有朕能听到彻儿的声音，难不成他成了游魂？在朕试图再找些能人异士的时候，彻儿开口了：父皇，别折腾了，儿臣也在自己的身体里。朕当时就蹦了起来，靠，这是怎么个情况？一刻钟后，朕被迫接受了这个事实。一体两魂，是朕的灵魂挤进了彻儿的体内，导致他的意识暂时昏迷。弄清楚后，朕就将冰晶床上的遗体送进了皇陵。开玩笑，你们是不知道天天看着自个儿的遗体有多恐怖。彻儿试图阻止朕，他想找人帮朕回到自己的躯体里。算了吧，那副壳子早就死得透透的了。经过我们父子俩的一番研究后，发现两人可轮流掌握身体的控制权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朕立马罢工了。朕已经驾崩了，这是你的活儿，你去上朝。彻儿无奈地叹口气：是，太好了，朕终于可以休息了。不当皇帝的日子甚爽。崔相国重整旗鼓后，那股逮谁对谁的劲儿又上来了。早朝天天热闹得跟菜市场似的，以往都是朕硬着头皮听他们吵，还时不时要给出意见，若一不小心疏忽漏了什么，众人的炮火立时就调转到朕身上了。上朝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，但如今朕最喜上朝。朕现在才发现，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人吵架竟是一件如此美妙的事。若不是共用躯体，朕真想捧着瓜子边看热闹看客，实在是有趣。户部与工部吵了起来，双方都不让步，吵得那叫一个热火朝天。户部尚书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拿着折子就要往工部尚书的脸上戳，工部尚书也不甘示弱，抬手去揪户部尚书的官帽。要搁以往，朕这时候就得出面制止，或是劝慰，或是各打两大板。但此刻朕幸灾乐祸地冲彻而笑，哈哈哈！你猜他俩谁更有劲儿？因为共用身体的原因，彻儿不需开口，朕便能听到他的心声。他很无奈地叹口气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吵起来，都好好说话不行吗？随后他便开口制止两人，然后一条条分析问题所在，顺便提出解决办法。这事处理完之后，紧接着又是下一件政务。朕听着听着便睡了过去。等早朝结束，朕也睡饱了。这还是朕第一次在朝会上睡觉，感觉甚好。隔日，户部尚书递了辞呈，说年老体迈，身体不适，想辞官归乡。朕嗤笑一声，这老头身体好着呢，每年冬天都要去护城河里冬泳，一顿能吃俩肘子，比牛都壮实。他就是想偷懒，快给他派活，多多的派。在朕的英明指导下，诸位想要偷奸耍滑的大臣们无所遁形。祭司马爱喝酒，容易醉酒误功，得盯着他点。吴国公惧内，钱十郎怕狗，孙御史爱打小报告。这天，朕突然想起来件事，兴致勃勃地带彻儿去了后宫，指着面前的美人得意道：魏国送来的美人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父皇替你收下的。彻儿沉默了片刻，道：父皇，儿臣还在校期。朕也沉默了。你想什么呢？朕只是让你先看看，再说现在这情况多不方便，好歹得等到朕走了。从彻儿醒来的那一刻，朕便有打算了，朕得尽快消失。不过朕没打算告诉彻儿，这孩子哪儿都好，
就是轴。朕怕他生了什么不该有的念头。皇后，哦不，现在是太后了。太后周柔办了个家宴，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她爱吃的菜。朕眼睁睁看着车儿面不改色地咽下她夹过来的麻辣豆腐。你也爱吃了？车儿在心中嗯了一声，还行，算不上爱吃，只是能吃一点。看样子这孩子是随了他娘。朕瞟了眼，安静地窝在一旁，跟个鹌鹑似的安望。这小子倒是随朕，一口辣也吃不了。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微微瑟缩了下。周柔见状，给他盛了一碗酸辣汤。你冷吗？喝点辣的暖暖就不冷了。车儿笑笑，替他接过汤。母后忘了，七弟最喜甜食。接着给他递上一碗甜汤，喝点这个。周柔叹口气，瞥了眼安王，没品味。安王抱着碗，喝一口甜汤，看一眼车儿，再喝一口，再看一眼，看得车儿有些发毛。七弟，你总看我作甚？他慢吞吞咽下嘴里的汤，若有所思道：皇兄，你最近好像不踹我了。朕冷哼一声，这小子就是欠收拾。下一瞬，他就因为走神被呛着了，咳得死去活来。该钦天监说2颗地星仍是一明一暗，只不过亮的那颗稍微暗了些，原本暗的也稍微变亮了些，但都不是很明显。朕暗喜，是个好兆头。如此过了半月，一切安好。直到这天半夜醒来，车儿不见了。朕试了各种法子唤他，都不见动静。恰在此时，钦天监来报，原本较亮的地星瞬间变暗了，而原本暗的却变亮了。钦天监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，突然就调换了明暗，速度十分之快，若不是一直派人观察着，很难发现。他小心地瞄了眼朕，不过陛下的上天庇佑，自然无碍。朕愣愣地盯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巴。坏了，搞错了，一开始就错了，那个暗的才是朕。这半月以来，车儿总找理由让朕多掌控身体，说自己总感觉累，想休养一下，还说况且他以后有的是机会，就暂时让朕再多体验一下人世间的乐趣。正巧那时暗星变亮，朕便以为是让他多休养的缘故。如今亮星转暗，车儿也不见了，他才是那颗亮的。错了，都错了。时隔30年，朕再次决定发兵攻打魏国。与30年前不同，大夏如今兵多将广，国库充盈，朕也不再是当年那个莽撞的毛头小子了。大夏贫瘠，而魏国地理优越，物产丰富，朕要拿下它，给我大夏当粮仓。除此之外，更重要的一点，魏国崇尚鬼神之说。据说专攻魏国皇室驱使的大巫师通阴阳，善招魂，可生死人肉白骨。大夏境内善阴阳之术的道士们几乎都被朕找个遍了，却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朕只得将目光转向他国。朕提出攻打魏国后，朝臣一片哗然，绝大部分老臣都持反对意见。无缘无故发兵，师出无名。上一次与魏国交战还是先帝刚登基时，那一战真是惨烈啊！虽说险胜了，但也折损我大夏大半国力啊！陛下三思，莫要步了后尘。支持朕的多是些年轻人，都渴望征战沙场，建功立业。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将军周克，他一改平日懒散，目光灼灼地盯着那些老臣子们。谁说师出无名？当年平桥渡一战，魏国卑鄙偷袭，重伤我大夏先皇，此等小人行径实在令人不齿。我皇大度，暂容他多苟活了这些年。然则国仇家恨，不报不可，否则便枉为我大夏子民。如今正是我们替先帝、替大夏讨回公道的时候。伤我吾皇，虽远必诛。几个年轻的武将也一同附和着他，虽远必诛。老臣子们愤愤地看向他。周克顿了顿，又道：你们不会是怕了吧？难道这些年的安逸日子
把你们的血性都磨干净了。有人怒斥他：周克，你莫要太猖狂，收敛些。周克冷哼一声：老子就是猖狂，大夏人的骨血里从来不知什么叫收敛。老子早就想去打魏国了，到时候把他们土地都抢过来，丝绸茶叶也抢过来，让咱大夏的子民也过上风调雨顺的好日子。攻打魏国并不是朕的一时兴起，也并不都是为了事儿。若朕没驾崩，不出5年，朕定会举兵南下。大夏苦寒，没有魏国富饶，朕早有南下之心。平桥渡之役后，朕一直在积攒国力，为日后做准备。可朕没等到，本以为这个机会会交到彻儿手上。朕看了眼崔琰，自朕提出南下攻魏的想法后，他就一直没说话，只低头沉思。相国意下如何？朕出声后，满殿都静了下来，众人望向崔琰的方向。他乃3朝元老，在朝中威望最高，又亲自带兵与魏国交战过，众人都很期待他的意见。崔琰沉默片刻，深深看了朕一眼，道：臣老了，不敢妄言。众臣收回目光。散朝后，朕把崔琰留了下来。你不赞成攻魏？崔琰摇摇头：陛下，臣确实老了。朕瞧了眼他两鬓的白发，确实是不年轻了。朕喝了口茶，顺带也给他递了一杯，有没要你亲自带兵打仗？崔琰抱着茶没说话。朕不由自主又朝左臂摸去，平桥渡被偷袭遇刺那次是崔琰拼死救的朕，也不用你再拼死救人。崔琰顿住，朕放下手里的茶盏，垂下眼，微微叹了口气。厚积薄发，审时度势。相国大人，你说这个时候该攻魏吗？朕此话一出，崔琰手中的茶盏登时落地，他慌忙蹲下身子去剪碎瓷片，手指颤得厉害，却不抬头看朕。厚积薄发，审时度势，这是朕幼时他最常用来教导朕的话。朕年少吃了败仗，一蹶不振时，他也是用这句话来开解朕的。朕歪头看了看他抖得越来越厉害的手臂，开口：别剪了，相父。崔琰跌坐在地，却仍不抬头。朕起身将他扶起来：你不是早就猜到了吗？自朕重新醒过来，有好几次他都盯着朕微微出神，眼神也越来越奇怪。朕便知道他都猜到了。朕的相父是全大夏最聪慧的人，这一点朕从小就知道。过了好久，崔琰才慢慢吁出一口气，声音轻得像梦呓。猜到了，却一直不敢信。他终于抬头看朕：陛下，你……朕抬手指住了他：嘘。崔相心里清楚便可，无需多言。崔琰沉默了一会。此时攻魏并不是最好的时机，魏国皇帝病重，皇储又年幼，若是再等上1-2年，待魏国内政混乱之时，可事半功倍。朕点点头。崔相果然宝刀未老，朕之前也是这样打算的。不过可惜朕等不了那么久，彻儿也等不了。崔琰愣了愣，他很快就想通了其中的关窍。攻魏是为了陛下，魏国大巫师。朕十分赞赏地看向他：相父不愧为我大夏第一智囊。伐魏进行得很顺利，周克这小子忒猛，1月时间便攻过平桥渡，一路打过去，连战魏国10数座城池。好小子，能打是福。魏国很快递了请和书，愿意割地给大夏。周克不愿，魏国男儿软绵，咱们一路杀过去，断了他的老窝。朕犹豫了，趁机灭了魏国，确实是个很大的诱惑。但钦天监说，彻儿的那颗地星越发暗淡了，隐有消失的迹象。崔琰看了眼朕，开口道：此时暂且同意请和，也未尝不可。兵法有言，穷寇莫追，若把魏国逼急了，来个鱼死网破也未可知，倒不如温水煮蛙，徐徐图之。魏国同意割让30座城，朕准许其只割让20座，
条件是魏国大巫师今后要供我大夏驱策。魏国犹豫一番，同意了。朕同时警告魏国国君，若胆敢耍花样，大夏的骑兵随时都可踏破魏国都城。公魏大捷，众人都欢欣雀跃，唯周克不悦。相国怕是真的老昏聩了，他以为是崔琰阻止了继续攻魏，单方面跟他结了仇。魏国大巫师入大夏皇宫的第3日，车儿醒过来了。他醒来的瞬间，朕就失去了对这具身体的控制权。不过朕的意识还在。车儿莫慌，朕还在。听到朕的声音，他松了口气，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。朕再也不能掌握这具身体的控制权了。魏国的巫师果然有2下子，入宫的第一眼就看出了朕非本体之魂。朕让他找回彻儿，并想法子将整个身体的控制权都还给彻儿。他说是朕的灵魂强行挤进了彻儿体内，使得他的灵魂被迫陷入沉睡，为今之计只能将朕剥离，才能慢慢唤醒彻儿。不过因为朕的灵魂在这具身体内待的时间太久，剥离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朕因此还能有些意识。彻底剥离之日，就是朕离开之际。是的，彻儿醒的那一刻，钦天监也观测到了2颗地星的转变，明暗互变，各归其位。大巫师进宫前，崔琰找到朕，他犹豫了半晌，还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朕来了兴致，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，到底什么事？快说。他看朕一眼，目光十分复杂。新皇未必由你励精图治。他这话说得十分突兀，朕却立时就懂了。若是不见大巫师，朕便可重坐江山，重展抱负。你才40多岁，你隐忍了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看到大夏一统天下的那一天吗？夏3伏，冬寒9，丝毫不曾懈怠过一日，这才有了大夏的上下清明，政通人和，才有了充足的兵将钱粮。已经到这一步了，你就忍心放弃这一切？朕不由笑了起来。一直都以为相父德才兼备，没想到也有偏心的时候。您这是舍不得我？崔琰叹口气，撇过头不看朕。相父心疼朕，朕自然也心疼自己的孩儿，为人父者怎会忍心看着自己的儿子受苦？朕走到窗边，抬眼望向天空正北方。况且对于自己亲手教养出来的继承人，朕很自信，他会比朕合适这个位置，也比朕更适合现在的大夏。你且替朕看着，他一定不会叫咱们失望。对于周克叛乱这件事，似乎早有端倪。自他从战场回来后，就处处与崔琰作对，不管对与不对，都要反驳嘲讽一番。崔相并不与他计较，他反倒变本加厉起来。车儿屡屡看不过去，想要予以惩戒，但都被崔相化解了。他说周克这孩子是个好武将的料子，就是性子太急，须得磨一磨。朕同车儿说，这老家伙肯定是年纪大了，心也软了。像周克这样的，他年轻的时候连砍10个眼都不带眨一下的。车儿沉思片刻，倒看不出相国是如此杀伐果决之人。朕兴致勃勃跟他讲了许多年轻时的事，包括那个时候风华正茂、一身风流债的崔琰。讲着讲着，朕突然发觉外边一下子变黑了，奇怪，明明刚才还是艳阳高照，时间过这么快。心中这般想着，便不由问出了口：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听到朕的声音，彻儿浑身一震，他缓了好一会才慢慢开口：父皇，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？朕摇头：有吗？彻儿坐在龙椅上，目光幽深。父皇，你觉得现在是什么时辰？朕记得方才与你谈话时，大约是未时一刻，太阳正亮，但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怎么突然就黑了？彻儿呼吸一滞，声音微微颤抖：父皇，现在是亥时。朕一愣：第2天的亥时？父皇，你消失了整整1天。彻儿是个很聪明的孩子，
很快就找来了大巫师。灵魂剥离的越多，朕的意识就会越来越飘忽不定，直至最后彻底消亡。这是必经的过程。同生共享，可能做到？大巫师艰难地摇摇头。一山不容二虎，两魂聚于一体，有悖天理，长此以往，必有一死一伤，及早剥离，方能将伤害降至最小。他低头思考一瞬，那能换吗？这便是朕最担心的事。这孩子太轴。得到巫师否定的回答后，彻儿颓然坐下。他呆坐很久，突然出声：“父皇，你是不是早就决定抛下我了？”朕沉默了片刻。彻儿，朕早就该走了。生老病死，万物轮回，乃天理伦常。朕本就不该再存在这世上，多得了这段日子，已是占了大便宜了。彻儿怔愣了很久，他慢慢抬手掩面，随后衣袖下传出微微压抑的啜泣声。昨日你讲着讲着，突然就没了声音，我那时一点也感觉不到你的存在，就好像突然消失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父皇，我害怕。周克叛乱消息传来的时候，彻儿脸上的泪痕还未干，他来不及擦干净，便起身往外走，步伐沉稳坚毅，丝毫不见方才的脆弱。朕欣慰的同时又有一丝心疼。攻未结束，周克本应上交兵权，可他一再找理由推迟，最后竟带着手下的兵以清君侧之名就地反了。扬言奸相把持朝政，新皇懦弱昏聩，偏听偏信，要为国除奸，替大夏肃清奸佞贼子。为了更加名正言顺，他还试图拉安王一起入伙，但遭到了拒绝。安王虽蠢，但在大事上还算拎得清。小舅舅，你莫做糊涂事，早点跟皇兄认错，或许能饶你一命。周克骂他窝囊。你就不想当皇帝？安王摇摇头。周克不信。那小舅舅可知，为何父皇给我的封号是安王？周克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这都说的什么跟什么？安王慢吞吞开口：父皇说了，以我的脑子，只有安安分分的才能活得久一点。这个封号就是给我时刻警醒用的，莫要被旁人骗了。小舅舅，我还不至于蠢到不知死活。周克。后来安王挨了一顿狠揍后，被扔在了宫门口。对于周克的叛乱，朕一点都不担心。此人勇武有余，然智谋不足。虽说有些左右逢源的小聪明，但在崔琰面前却根本不够看的。瞧，这次我们的相国大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他说，新皇需要锻炼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。不枉朕多年教导，彻儿没费多少力气就其拿下了，动作十分干脆漂亮，连崔琰都对他赞不绝口。不过可惜，朕当时一时飘忽，没能亲眼见到。听说周克被擒后，送到了太后面前。周柔拿过手边的花瓶，便朝周克脑袋上扔去。你个混小子，胆大包天了是吧？还学会造反了？你咋不上天呢？他砸了花瓶，还嫌不解恨，又抽刀去砍。哀家今天就亲手砍了你这个乱臣贼子，为周家清理门户。我周家满门忠烈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个孽障？刀自然是没砍下去，彻儿拦下了。他说周将军还有用。父皇。听到朕有回应后，彻儿眨眨眼。父皇，你想不想干掉魏国？朕可太想了。可现在刚打过一战，咱们也需要休整，若是等到魏国内乱，胜率会大很多。彻儿神秘一笑。儿臣自有法子。3日后，在狱中饱受酷刑的叛将周克被押往法场处斩。押送途中，被叛将的残存余党劫了囚车，官兵追索无果。新皇大怒，下令全国通缉，重金悬赏，不计一切捉拿叛将。再后来，听说周克被逼得没办法，冒险逃去了魏国。周克逃往魏国的那日，彻儿重新召见了大巫师，密谈3个时辰。大巫师出来的时候，
眉目间隐有喜色。朕好奇地看向远去的巫师，你同他说了什么？近些日子，朕的意识消失得越来越频繁，时间也越来越久，所以他们的谈话过程朕并不清楚。彻儿微微笑笑，也没什么，只不过是允诺了他些东西。1月后，有传言说周克投靠了魏国，且深得魏国国君赏识。周克也扬言一定要带军踏破大夏皇宫，生擒夏王，活剥崔琰，以雪前耻。半月后，周克带兵攻打大夏，首战报捷，连下5城。大夏失了周克这员猛将，战力大减，抵抗不住，向魏国请和，并主动送还魏国大巫师。魏王大喜，封周克为征北将军。大巫师入魏2月后，缠绵病榻许久的老魏王病情渐渐好转，颇有康复之兆。魏王身体大好后，魏太子被派往各地巡视，据说巡视途中屡番遇刺。魏太子九死一生逃回王宫后，意图联合亲信逼宫，被护在魏王身侧的征北将军周克亲手斩杀。魏太子死后，魏王悲伤过度，一病不起。此时魏国皇宫突然闹了疫病，皇嗣接连夭折。魏王惊闻噩耗，承受不住，很快撒手西去了。魏国皇室凋零，继位的新帝上不足周岁。魏国崇尚鬼神之说，新帝继位后，按照惯例由大巫师主持祭祀，选出最适合辅佐新帝的天命之人。天命选中了周克。魏国朝臣激烈反对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在众朝臣的抗议下，魏国皇室决定重新举行祭祀。为防小人作祟，新的祭祀更为严格谨慎。然周克仍被选中。大巫师以全族荣耀起誓，此乃天命所归。众人虽心中不服，却无话可说。周克辅政后并无实权，也未甚作为，众人渐渐放松警惕。与此同时，因新皇年幼，魏国朝堂各方势力为夺权争斗不休，内乱频繁。待各方斗得鱼死网破之际，一直默默无闻的周克悍然出击，以铁血手段迅速掌控了魏国的各大机要位置。此后，以周克为主的势力不断打压魏国老氏族，魏国渐渐掌握在周克手中。众人或选择主动投靠，或敢怒不敢言。2年后，大夏出兵伐魏，魏国不战而降。辅政大将军周克携幼弟献上魏国于土。周克打开魏国城门迎夏军入城时，众人才知周克竟是大夏派去魏国的卧底。往日的同袍笑着捶打周克，好小子，戏做得真像啊，我们都以为你是真的叛乱投敌了。周克笑得有些苦涩，叛乱是真的，他曾经是真的想反。他不曾见过那个杀伐果决的崔琰，却听着他的故事长大。待他入朝时，崔琰早就褪去了一身戾气，看上去似乎就是个和蔼可亲的糟老头子。他觉得传言可能言过其实，自己说不定比他厉害呢。攻打魏国的时候，他屡战屡胜，信心大涨，觉得名垂青史的机会就在眼前了。可这个时候，新帝居然同意了魏国的请和。该死的崔琰，都是他的主意，肯定是他嫉妒了。他把自己的功绩盖过他，他将怒气和遗憾都归在了崔琰身上。但他屡次挑衅，崔琰居然都不放在眼里，他这是看不起他。还有新帝总是帮崔琰说好话，明明自己才是他的舅舅。他这次连新帝也一同怨上了。时间久了，怨气愈来愈烈，他竟慢慢生了反意。他想着，先帝又不是只有这一个儿子，他也不是只有这一个外甥，所以去找了素日跟他关系最亲近的安王。安王蠢，也容易掌控。谁知这蠢货不同意便罢，竟还摆出一副说教的姿势，指桑骂槐地说他不知死活。于是他便狠狠将其揍了一顿。后来他想，既然都是脓包，那便由自己来当皇帝好了，到时候定会带着大夏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。
但是他败了，败得很惨。那个他素日看不上的新地外甥，像是猫捉耗子一样轻松击败了他。他心如死灰，只求速死。姐姐抽出刀要砍他，被新地拦下了。他很好奇地看着他，为何不杀我？那人没有回答，笑得十分温和，却转头将他关进了大狱。他在狱中将各种刑具都受了一遭，直到第3日，新地才重新出现。他于晨光中向他走来，笑容依然和煦。小舅舅，有一个戴罪立功，为大夏建功立业的机会，你想不想要？听到周克投靠魏国的那日，朕便猜到了彻儿的计划。父皇不怕周将军真的投靠魏国？朕笑笑，若是他真的敢投敌，那自然也有应对的法子，你应该留有后手。彻儿有些不好意思，确实如此。说吧。他低头揪了揪手指，父皇可会觉得儿臣此举不光彩？朕愣了愣，看着他低头反复搓磨自己的手指。幼年朕教他功课之时，若闯了什么祸，他心虚害怕，便是如此神情。朕不由放柔了语气，以4两力拨千斤之势，如此攻城略地，兵不血刃，吾儿志计无双，大会也。听到朕的话，他松开手指，微微笑了起来，眼神愈发精亮。朕接着道：彻儿，你可知为君者以和为贵？民。朕点点头，没错，所以只要可利国利民，你皆可放手去做。崔相教朕厚积薄发，审时度势，朕如今也把这句话送给你。朕自17岁与魏国一战后，便知此生不会有什么功绩了，所以朕用了20多年为大夏积攒力量。看起来如今正是用得上的时候，彻儿，你只管放开手脚去做，莫怕，父皇都给你攒得足足的。魏国大巫师回去后，魏国皇室就慢慢开始乱了。朕好奇彻儿到底允诺了他些什么，竟能说动他背叛母国。朕问他，他说也没什么，不过就是答应了他，大夏踏破魏国都城之日，便是巫师一族归隐山林之时。朕愣了愣，就这？彻儿点点头，向朕解释，魏国豢养巫师，专攻皇族驱使，而巫师的能力与血脉相关，血脉越精纯，能力越高，因此他们世代由魏国皇族为之挑选配偶，将其强行交配。巫师一族有通鬼神阴阳之力，为众人所觊觎，即使侥幸逃脱，也却无力自保，只能选择依附皇室，世代为奴。然则世人皆有渴望自由之心，儿臣只不过给了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。信息太多，朕消化了好一会。那他们便信了你？彻儿点点头，是啊，儿臣许他们自在归隐，以倾国之力相护，从此不拜皇族，不入世俗，永不为人所驱使。说实话，朕还是不太信，誓言这种东西实在不是很可靠。彻儿笑笑，最后无奈地举起右手给朕看。好吧，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父皇，儿臣与他们签订了血盟，以国为誓，血脉相传，永不背弃。若是违背誓言，你会如何？彻儿沉默了下，应当会死得很难看吧。朕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他反倒安慰起了朕，父皇放心吧，如今他们才是最想让儿臣长命百岁，让大夏万年相传的人，毕竟只有国家足够强大，才能够护佑他们。他低头看了眼手上的印记，同样的，从此以后，他们就是我大夏最忠诚的守护者。说罢，他笑了起来。这笔生意不亏。朕默默地叹了口气。随后，朕又想到了一件事：魏国皇族和巫师族这么隐秘的事情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朕在魏那么多年，都不曾听闻过。听到朕的疑问，彻儿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那什么，父皇，儿臣说了的话，您别生气啊。就是儿臣早年背着您，偷偷组建了个秘密组织，专门暗中搜集消息。朕，吾儿果然大才。计划进行得很顺利。随着魏国传来的越来越多的消息，
彻儿整个人都神采飞扬起来，一脸兴奋地跟朕描述魏国的乱象。哈哈哈，周克真行，搞得魏国朝堂乌烟瘴气。照这情形，用不了多久，魏国自己就完了，根本不用打。父皇，到时候儿臣带你去看魏国的江南水乡。朕很欣慰，但有些事迟早要面对。可惜朕大约看不到大夏得胜了。彻儿一愣，神色慌张。父皇，你……朕该走了。朕其实早就有预感了。朕的意识越来越弱了，苏醒的时间从先前的3-5天到现在要隔上10天半月才能有一次，而且每次维持的时间也更短暂了。等你得胜那日，给朕上一炷香，朕便知晓了。他沉默良久，艰难出声：好。跟崔相说，让他帮朕多看看大夏一统天下后的光景，别急着下来找朕。好。看顾好你的弟妹们，尤其是安王，若敢惹事，便狠狠揍他。好。你母后年纪大了，你闲了劝她，莫要总是舞刀弄剑，容易伤着身子。好。彻儿，朕最后看了他一眼，父皇一直相信你会是最好的君王。下一刻，整个大殿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年轻的帝王端坐高台之上，满目哀伤。从此以后，济济江山，漫漫征途，他只能一人前行。宗彻番外，我骗了父皇。从他的灵魂进入我身体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。我一直清醒着，我沉默地看着父皇以我的身份替我处理政事，看着他焦急地到处寻找我的踪迹。有很多次，我都快要忍不住告诉他我在这里，但我坚持住了。我太了解父皇了，若是他知晓了，定会千方百计地将身子还给我。可我还舍不得他离开。父皇一向英明，总能把事情处理得很好。我觉得若是一直这样的话，也蛮不错。当初父皇驾崩的消息传来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惶恐。我怕帝王之路太过孤寂，从此无人相伴，孤家寡人。我怕自己当不好皇帝，愧对父皇，愧对国民。父皇在，我便觉有依仗，觉得心安。所以我不愿他离开。直到父皇召来了能人异士，要通过所谓血咒的法子唤醒我。他以为我在他的身体里，便用冰晶将自己的遗体封存起来。刀子悬在他手腕上的那一刻，我终于忍不住出声阻止：不要，我回来了。父皇很高兴，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我知道，在我发出声音的这一刻，一切都成定局。后来我耍了点小聪明，想法子让父皇多掌控身体，使他的灵魂增强。如我所料，他的增强，我的便减弱。意识陷入沉睡的那一刻，我许了个愿，希望我永远不要再醒来。皇位留给父皇做，我很安心，他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。可我的愿望落了空。醒来的那一刻，我就发现了不同，我再也无法将身体的控制权交给父皇了。果然，不愧是父皇，总是棋高一招。虽然一开始就知道结果，但我还是想试一试。万一呢？万一我成功了呢？万一父皇想留下来呢？可是没有万一，父皇最终还是弃我而去了。他说他一直相信我会是最好的君王，那么无论如何我都会做到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